的月光洒满琴弦，我和你徘徊在寂寞耳边，轻轻吟诵回不去的从前，还有飘在空中的风筝断了线。那一夜的思念拨动心弦，爱与恨偷偷放纵了无言，见或不见，都在痛的边缘。那把为我挡雨的伞，残缺不全。月初与你相见，月落再不相见，月出无限眷恋，月落转瞬千年。父王去世的时候，你一滴眼泪都没落下，已经引得咸阳宫内议论纷纷。如今又要焚烧他赐予你的珍碗，难道你要让全天下人都议论你吗？赐？是啊，他是高高在上的秦王，他给我的礼物只能叫赐。王之赐予，何人敢拒之？我敢！烧了！母亲，统统都烧掉，一个都不留！母亲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这是我和你父王的事，无需你来多言。母亲，孩儿求你了。真儿，难道你也相信流言，认为你的母亲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女人吗？不，她恰恰是太有感情了。我只是不想别人在背后非议母亲，更不想让她成为众矢之的。春野，替我去看看母亲，好吗？赵哥，请太子吩咐。凡背后议论王后者，杀。诺。还有你们，谁敢泄露半句，杀无赦。诺。继续。父王啊，真儿舍不得你呀。浩然，有句老话，明知无用，我也要说。死者已矣，请你节哀。你以为我是伤心？不。我一点儿也不。浩然，至照8年，我们母子的性命受到一次次的威胁。你和我们一同经历了那段非人的生活，
谁会比你更了解？入秦以后，他让我习秦法，我懂得。他是要我爱大秦，如同故土；爱秦民，如同子女。我一一办到了。可是他呢？明明答应我，要尊重我，信任我，危机来临之时，将我远远驱逐。他以为我会感激吗？浩然，王上那么做，也是情非得已呀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殿外等了他整整一夜啊。盼到最后，等来的是什么？他依然将我拒之门外，不愿见我最后一面。是，他不放心大秦国事，不放心太子年少，没有时间留给我，连说最后一句话的时间都无。我亦谅解他，他是大秦的大王，不只属于我一人。可他竟留下遗命，要将遗物全部焚毁，连睹物思人的机会都不留给我。好，要烧就全部烧掉，连同他给我的礼物、彼此的情谊，统统烧掉好了。浩然，子楚，我不会原谅你，今生今世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小春，我累了，想休息，你回去吧。各位大臣还在门外守候，恭贺武王继位。再等等，奴已派人去过雍文宫，怕是误了大礼之机，不妥呀。王上，大礼该开始了。太后驾到！母亲。母亲，母亲。
您请上座。正儿，今天是你继位的大好日子，来。太后，纵然我犯错，也有大秦刑律处置。你私自提审人犯，意欲何为啊？白将军，南郡撤军，置百姓于不顾，兵困咸阳，欲挟王上号令群臣，你可知错？一个久居深宫的女人，哪知什么对错？笑话！白将军运气不好啊，撞上我心气不顺的时候，杖责80，再来说话。王上就是太纵容你这个王后，才让你有胆量干预刑律。依照大秦惯例，亲王未曾及冠，朝事可由太后决断。别说杖你80，将你杖毙，谁敢智慧？打！南郡弃民视为不仁，杀良冒功视为不义，背弃父愿视为不孝，要挟王上视为不忠。你一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东西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？你信不信？若我现在把你丢去南郡，那些愤怒的百姓会将你撕成碎片。你那位战功显赫的父亲，纵然深埋地下，也要以你为耻。直接杀了我，给我个痛快！死是天下最容易的事。可武安君一生征战，为秦国开疆辟土，血染沙场，他挣来的名誉和荣耀，都要因你而染上污点。你不想着为父洗刷耻辱，只念着个人私仇，如今还要一死了之。好，我成全你，将白仲拉到闹市，当众宣读他的罪状，让老秦人自行决断。我倒要看看大秦百姓如何对待一个谋逆之臣。你到了地下，如何面对你的父亲，面对因你受诛的白氏宗族，面对那些无辜枉死的南郡亡灵？去吧。太后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错了。大秦是我的国，我的家，王上是我宣誓一生要效忠的人。我不该为报私仇，忘却公义。我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发誓一生效忠于你。我只要在战场上洗刷我的耻辱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？若有违誓，乱箭穿心，死无全尸。好，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战场上英武的将军，只是教导秦王
武术的武师魏辽。太后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能否抓得住，就看你自己了。臣魏辽谨遵太后旨意。殷小春，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信任一个女人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你明明答应我了。爱是什么？不过是闲着无聊打发时间的玩意儿。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，其他的一切都要靠边站。白将军，这可是你的原话。你的理想是要杀了吕不韦，可我的理想是治病救人。咱们都不是一路人，我凭什么帮你？你在报复我？想当年我杀了赵毅，你步步设计让我逐步爱上了你，然后再把我从云端狠狠地推下来，你再为他复仇。不，两军交战，各凭手段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，这就是他的命。我不怪任何人，但你不该践踏我的感情，更不该蔑视女人。在你看来，女人为了所谓的爱情可以背叛至交，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可以不顾一切。告诉你，你将我看得太低了。我与浩然相识15年，经历风雨，生死与共。就算全天下所有的男人加起来，都没有我的至交重要。你还想用将军父之位，叫我违背道义和信诺？白昼，你未免自视太高。我从来就没有认识过你，我今天好像才第一次看清了你。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，你得牢牢记住，别总昂着头看人，小心脚下的路。若你再有行差踏错，谁都救不了你。小春，你我朝夕相处多年，难道你对我真的没有一丝真情吗？皇上，大将军蒙骜已攻克魏国的酸枣、燕、须等20城，现请王上示下。依照惯例，在当地设置东郡。皇上，臣听闻魏国失地连连，意欲联合楚、赵、韩、魏结成南北合纵联盟，共同讨伐大秦。楚王意欲亲自担任纵约长，臣料他必以春申君执掌军务，挥师直逼函谷关。我军应该提早做好准备。至于带兵的将领，臣已有决断。皇上，仲父已有决断，何须再问寡人？
王上，你没事吧？王上，没事。大胆未辽，你敢伤害王上？哎，王上，兵法与治国一样，只要通晓诀窍，融会贯通，天下莫能当其战矣。再来。王上，吕相来了。中父，送去的文笈，王上阅办了吗？朝中大事皆取决于仲父，仲父何必再来问寡人？王上尚未亲政，但凡重要事务，一切皆由我和太后共决。但您身为秦王，必须熟悉大秦事务，了解百姓疾苦。若非如此，何以为秦王？今日王上沉迷练剑，疏忽朝事，皆为身边宫奴未尽提醒之责。来人，将武士魏辽及王上身边一众宫奴皆拉下去杖责武士。啊，王上不要！王上，仲父，他们皆是寡人身边亲近之人。既为亲近之人，更应履行职责。如此懒怠怯懦，如何辅佐王上？拉下去！不要！不要！王上！救我呀！王上！救命啊！王上！王上！救我呀！王上！哎呦！王上！救我呀！王上！不要打！你闻闻。好香啊！这是极品沉香，可降气温中，安定心神，治长期的不眠症。不眠症，太后，都是殷医师逼我说的，请太后恕罪。浩然，你是多么豁达的一个人！先王的所作所为，当真令你如此气愤？整整5年了，你就放不下吗？不要提这件事，更别提这个人。每次听见，我就觉得心头刺痛，恼恨万分。别说5年、10年、20年，我亦不会忘记。你让我不要提，自己却天天怪他、骂他、恨他。子楚说不定高兴极了，他就乐意见你一辈子惦记着他呢。好，我不提。母亲，正儿见过母亲。我们的秦王这时应该在大殿议事，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？春隐，什么事如此急匆匆的，让人通禀一声都来不及？母亲，寡人想问您一句，到底寡人和吕不韦，谁才是大秦真正的王？正儿，你是堂堂秦王，怎能问出如此荒谬的话？春隐，若寡人是大秦的王，为何朝中大事全都取决于吕不韦？为何大秦朝臣都只向他俯首称臣？为何百姓们都只对他歌功颂德？你到咸阳城外去问一问，可谁还记得大秦真正的主人？谁还记得这大秦王宫内真正的王上是谁？正儿，正儿，你知晓如何做一个秦王吗？寡人当然知晓了，如何理事，如何安民，如何对外征战，如何驾驭群臣，这些先王都教过寡人。若寡人有主政的权利，绝不会输给那吕不韦。有朝一日亲政，你有何心愿？寡人要兴兵诛贼，平定天下，开创上古未有、武帝未及的千古霸业。正儿，谁教你如此野心勃勃？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赵国的遭遇吗？就因为连年不断的战争，邯郸城街道上见不到一个成年男子，
每天只闻老弱妇孺的悲泣，一路邮诏入秦，处处流民，饿殍满地。难道你还要大举兴兵，让悲剧继续？诸侯互相攻伐，天下苦战不休，皆因天子不能进。若寡人为天子，收兵于天下，便再也不会有杀戮，再也不会有战争了。父王说过，大秦兴兵，在于勇士止戈，安定天下。别提你父王。母亲，您是堂堂大秦太后啊！纵使寡人未曾及冠，这大秦朝事也应当由您来料理。您怎能将一切权力交给那吕不韦来处理啊？整日在这里孵花弄草，安度余年。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白众四处征战，杀戮无数，何等下场，天下皆知。武将如此，君王亦如此。你立下宏愿，一统天下，多少百姓会失去性命？那是活生生的人命。他们有名字，有家人，却只能血染黄沙，埋骨战场。君不见长平之战的累累白骨，至今尚未埋葬。统一天下，你要杀戮多少人？又将遭到怎样的报复？母亲是在担心寡人。你是我的儿子，要结束这数百年的乱世，必将付出常人难以理解的代价，甚至永世遭六国的唾骂。你都想过了吗？母亲，不论付出何等代价，寡人都无所畏惧。寡人要实现历代秦王未曾实现的宏愿，要让天下疆土为我大秦独有，要让天下之民为我大秦之民。寡人想做这天下唯一的王。求母亲帮助您的孩儿。孩子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母亲，王是永远不会求人的。吕相，殷义士，在等我？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正好要去见太后，一块儿吧。等等，昨天王上突然闯入雍门宫，我早已知晓。你知道？王上还太年轻，不懂得分辨是非，容易被奸臣蛊惑。太后不该让魏辽留在宫中，迟早生出祸端。魏辽不是那种背后论长短的人。吕相为何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？我何错之有啊？这5年来，你一手把持着大秦的朝政大权，朝事不分大小，皆由你决断，更有门客3000，家童10000人。王上渐渐长成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他亲眼目睹这种情况，又会怎么想？当年先王去时，亲自委任我为朝事大臣，把王上托付于我。如今王上未曾及冠，为了大秦大业绩，我方一手把持。短短几年，大秦平蝗灾、消疫病，战事披靡，尽得33场。我从未愧对先王的嘱托。至于王上，如果他只懂得向太后去求援撒娇，那只能证明她还是一个尚未长成的少女。那我又如何将大秦交予她呢？没有人否认你的功业，但你能否顾及一下王上的感受？他毕竟是大秦真正的王上啊！哼，
太后只懂得关心她的儿子，何曾顾及过我？为什么避入深宫，对我视而不见？每日我都来请旨，10天能见我1回吗？浩然怎会让我来找你？这是我自己的想法。不管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，你可以转告他，我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，壮大秦国。教孩子不是我的长项，他想让我善待王上可以，让他亲自来找我。吕不韦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母亲，今日是您的寿辰，您应当接受群臣献礼，百姓恭贺，怎能如此平淡？我喜欢清静。再说金银玉器、古董玩物，我宫中应有尽有。特别的日子，要那些闲杂人等做什么？这些是水火流星。寡人听闻这项杂技以前只限于周王室，便特意请来供母亲观赏。母亲，您喜欢吗？真漂亮啊！浩然，方辰快乐。奴婢一时不慎，请太后恕罪。你们且坐一坐，我回去换一身衣服。我们等你回来。牡丹，我记得琼华最喜欢牡丹。秦宫花园培植过，可惜水土不服，很少活了下来。你是从何处摘来？新郑。你说什么？从咸阳到新郑，一路奔波近千里，就为摘一朵花？世上最美的牡丹花，要在清晨连同青露一同采摘。可咸阳到新郑，路途太过遥远，纵使快马加鞭，也会很快枯萎。所以，我把整盆都搬来。要是让姐姐知道我偷了她最爱的品种，一定要痛打我一顿。你姐姐？琼华亲手种过牡丹花，至今韩国宫外的花圃，都是大片大片的牡丹。可她已经死了，谁会去照料这些花呢？姐姐命运赵国邯郸，可每年她的衣冠冢上都会铺满盛开的牡丹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可那些人不知道，姐姐生前最痛恨别人攀折花枝，就算过了花季，她都舍不得采摘。我猜想，那些赠送她牡丹的人，一定是她的仰慕者。你姐姐从前在韩国，是不是很受人欢迎？姐姐自小美貌高傲，自是许多韩国贵公子竞相追逐的对象。我小的时候很讨厌姐姐的追逐者们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若知道是现在这样的后果，倒不如让姐姐早点找个人嫁了，也不会命运他乡。如今回到韩国，看到父王的那个人，
依旧天天歌舞升平，醉生梦死。我恨不得……嫪毐，琼华的周旋和牺牲，为你韩国换来了短暂的喘息。琼华如此，郑国费尽心思跑来大秦修渠，想方设法耗尽人力物力，阻止大秦大举东进。其目的不也是为了保护韩国吗？纵施展千般的手段，又如何才能阻止虎狼之军继续东进，蚕食韩国呢？我在赵国时，饱受了战乱之苦。我恨透了大秦的虎狼之军。可来到大秦以后，我慢慢明白了，大秦强盛的秘诀是什么？商鞅变法，自强兴国。这些道理难道六国不知吗？不，他们知道，可他们做不到。变法要剥夺贵族之财，分赏有功将士。六国君主谁有这样的魄力？只怕还未变法，贵族们便已拥立新王了。用美人计、设皮秦策，都是想方设法削弱对手。若韩国不能自强，早晚有一天要被他人所灭。我这么跟你讲，你明白吗？太后说的秦法，每一句我都看过。太后说的每个字，我都牢牢记在心里。太后，王上还等着您呢。太后，我可以叫您姐姐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看到您，我就想起我姐姐。对不起，是我僭越了。若我能像琼华一样活着，我真是做梦都会笑醒。你愿意这样叫，那便这样叫吧。太后，王上要等着急了。我不打扰你了，好好练剑。雨香，雨香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宫宴散了吗？早就散了。交给太后。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吕相献给太后的礼物，蜀锦制成的锦裙，据传有千年不腐之效。我送过去就行，你下去吧。诺。太王太后突然相邀，真是出人意料啊！吕相邦胸怀宽广，事隔已久，应该不会耿耿于怀了吧？今日请您一来，主要是想叙叙旧。太王太后，吕不韦为大秦朝政日夜辛劳，四处奔波。若您只是请我来叙旧，请恕我无法相陪了。慢着，吕不韦，你应该记得，当初你入咸阳，是我姐姐亲自引荐你入宫的吧？从未忘记。那你应该也记得，当初你承诺，
子楚继位后，我们芈氏一族的未来，可最后你兑现了吗？当年昭襄王继位，其母宣太后当权，外戚魏冉为相。此二人为大秦、为秦王开疆辟土，包河山为大梁。可秦王还是夺了宣太后的权，又驱逐了穰侯。为了大秦的大业，今太王太后比起宣太后、穰侯如何？先王纵诛灭芈氏，可还是终究留下您颐养天年，已是厚道君王了。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！你和子楚真是一对相得益彰的君臣呐，都是一样的，忘恩负义，心黑手狠，竟将这番翻脸无情之举说得如此大义凛然。太王太后，您若是再不聊正事，我可就真走了。正儿当立王后了。秦楚两国世代联姻，结永世之好。楚王有意将他最疼爱的女儿云梦公主嫁给大秦王上。太王太后，秦楚代代联姻，楚西势力也曾一度把控朝政大权。如今您还做着这样的美梦吗？大秦意在韩魏，远交齐楚，秦楚两国方能世代联姻，长盛不衰。若是楚国与韩魏交好，共同抗秦，那对现今的秦国也没有什么好处吧？太王太后，您为了重新建立楚国势力，还可真是不遗余力呀。秦帝现已并巴蜀汉中，并任了蜀王之子为侯，负责管理蜀地，巴地亦然。但你应该清楚，巴蜀之民常怀叛乱之心，若是得到楚王的帮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云卷风起何去？千溪流离，陌上别离。此生为情寻觅，韶华荏苒难追。倾城绝艳，回眸千笑，拂乱江山万里。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繁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两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你我随风化江山万里，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繁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当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